不孕被分手后，军区首长找我丧偶你未嫁，搭个伴。半年后我怀3胞胎，首长乐了，前夫破产睡大街。那本红色的不孕诊断书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我的人生上，也烧断了我跟周凯5年的感情。分手那天，他母亲刘桂芬指着我鼻子，当着一咖啡馆人的面骂我是不会下蛋的鸡。那5个字像淬了毒的钢针，扎得我浑身发抖。可我怎么也想不到，在我最狼狈的时候，会遇见顾北辰。那个男人穿了一身笔挺的军装，肩章上的星熠熠生辉，眼神沉得像一潭深水。他只跟我说了2句话：我丧偶带一女，你未嫁无负担，我们搭个伴，组个家。我以为这不过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直到半年后，我拿着3张 B 超单站在他面前，他愣了足足10秒，然后一把抱起我转了3圈。而我的前夫周凯后来听说这个消息时，肠子都悔青了。苏念，我们分手吧。周凯的声音隔着咖啡馆的喧嚣传来，平静的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我握着温热的杯子，指尖的温度却一点一点凉下去。我抬起眼，看着对面这个和我相爱了5年的男人，他穿着得体的白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神冷静又疏离。为什么？我的声音有些发干。周凯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把目光投向坐在他身边的中年女人，他妈刘桂芬。刘桂芬清了清嗓子，那双刻薄的眼睛像刀子一样刮在我脸上。为什么？苏医生，你一个学中医的，还是妇科圣手，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自己不清楚吗？他刻意加重了妇科圣手4个字，嘲讽的意味不言而喻。我的心猛地一沉，那本被我藏在柜子最深处的诊断书赫然出现在刘桂芬手边。多囊卵巢综合征，受孕困难。妈，您怎么能？周凯皱了皱眉，像是想阻止。怎么不能？刘桂芬猛地拔高音量，周围好几桌客人都看了过来。我周家就这么一根独苗，你一个不会下蛋的鸡，凭什么霸占我儿子不放？养了你5年，好吃好喝供着，指望你毕业了赶紧开枝散叶，结果呢？你连个蛋都下不出来。不会下蛋的鸡，这5个字像带倒刺的鞭子，一下一下抽在我心上，抽得血肉模糊。我全身的血都在往头顶涌，耳朵里嗡嗡作响。我是市中医院最年轻的主治医师，专攻妇科疑难杂症，经我手调理成功怀孕的患者不计其数，诊室里挂满了送子观音的锦旗。可偏偏我自己却被这个病症困住了。医生说过，只是受孕比常人困难，并非完全不孕，通过中药调理和作息调整，有很大机会。可这些话在急着抱孙子的刘桂芬耳朵里全是废话。阿姨，医生说。我不管医生说什么。他粗暴地打断我，我只知道跟你同龄的姑娘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你呢？志远跟你耗了5年，不能再耗下去了，我们家丢不起这个人。我把目光转向周凯，带着最后一丝期望。5年，从大学校园到步入社会，我们一起熬过苦日子，也一起憧憬过未来。我不信这5年的感情抵不过一张薄薄的诊断书。周凯，你也这么想吗？我的声音在发抖。周凯推了推眼镜，避开了我的视线，语气里带着不耐烦。念念，别让我为难。我妈年纪大了，就想抱孙子，我总不能让她失望吧。再说了，我们试了这么久也没动静，这总归是事实。事实？
事实是医生说可以调理，是你每次都推说工作忙，不配合检查。我终于忍不住，声音也拔高了。够了！周凯像被踩了尾巴一样猛地站起来，居高临下的看着我。苏念，你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吗？承认自己有问题就那么难？我妈说的对，我耗不起了，我都30了，我需要一个能生儿育女的妻子，一个正常的家庭，你给不了我。正常的家庭，我反复咀嚼这几个字，满嘴苦涩。原来不能生育就是不正常，原来5年的相濡以沫，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场以生育为目的的投资，投资失败就要及时止损。刘桂芬见儿子表了态，得意地从包里抽出一张银行卡，推到我跟前，这里面有20万，算是我们家的补偿，你跟志远这几年我们也没亏待你，拿着钱以后别再来纠缠。那张金色的卡片在灯光下闪着刺眼的光，像是在嘲笑我廉价的爱情和卑微的自尊。我忽然就笑了，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我缓缓站起身，目光平静地扫过对面这对母子，眼神里没有了爱恋，没有了祈求，只剩下一片彻骨的冰冷。周凯，我今天才算真正认识你。我一字一顿地说，这5年算我苏念瞎了眼。我没有看那张银行卡，也没有再多看他们一眼，转身就走。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却带着一种决绝的利落。身后传来刘桂芬不屑的嗤笑，哼，装什么清高，一个生不出孩子的女人，我看以后谁敢要。走出咖啡馆，夏日午后的热浪扑面而来，我却浑身发冷。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周围的人声车声都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我什么都听不真切。我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舔舐自己血淋淋的伤口。不知走了多久，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拽回现实，是医院打来的。苏医生，您快回来一趟，3号床那个高危产妇大出血了，家属情绪激动，只有您能稳得住。职业本能瞬间压过了所有情绪。我深吸一口气，抹掉眼角不知何时渗出的泪，用最快速度拦下一辆出租车。师傅，去市中医院，麻烦快点。当我以最快速度冲进抢救室时，浑然不觉在走廊的另一头，一双深邃沉静的眼睛将我苍白着脸却步履匆忙的身影尽收眼底。抢救室里灯火通明，血腥味和消毒水味混在一起，压得人喘不过气。我一条条下达指令，声音冷静而专业，跟半小时前在咖啡馆里那个崩溃的女人判若两人。我的目光紧紧定在手术台上那个年轻产妇身上，手里的银针稳稳刺入对应穴位，以中医手段辅助止血，稳住生命体征。时间1分1秒过去，在西医抢救和中医辅助的双重作用下，产妇的生命体征终于稳住了，血压回升，出血量减少，所有人松了一口气。我拔出最后一根银针，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后背早被冷汗浸透。连着几天的精神高压，加上刚才的沉重打击，我的身体已经扛到极限。我撑着墙勉强走出抢救室，摘下口罩，大口呼吸。苏医生，您没事吧？脸色这么难看。年轻护士关切地问。没事，有点累。我摆摆手，拖着2条灌了铅的腿走向办公室。刚推开门，我就看见一个身形挺拔的男人背对我站在窗前。他穿了一身笔挺的军绿色长服，肩宽背直，即便只是一个背影，
也透着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压迫感。我心里一惊，下意识以为是病患家属。你好，请问找谁？男人转过身来，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剑眉入鬓，鼻梁高挺，嘴唇抿成一条坚毅的直线。最惹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深邃的像一口古井，沉淀着岁月的历练和洞悉人心的锐利。我认出了他，他是顾小满的父亲。顾小满是我的一个小病人，才5岁，体弱多病，经常感冒发烧，一直是我在用中药帮他调理。顾先生，我有些意外，您怎么在这儿？小满的药吃完了吗？他的目光落在我苍白如纸的脸上，以及那双强撑着精神、布满红血丝的眼睛上，沉声开口：“我叫顾北辰。”这是他第一次正式介绍自己，声音低沉，带着军人特有的磁性。小满的药还有，今天我来是找你。找我？我更疑惑了。顾北辰没有绕弯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纸递给我。我下意识接过来打开，瞳孔骤然收缩，是我的诊断书复印件。一瞬间，咖啡馆里刘桂芬那张刻薄的脸和不会下蛋的鸡那句话又在耳边炸响。巨大的羞耻和愤怒涌上来，我猛地抬头，死死盯着顾北辰。你调查我？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眼神里全是戒备和愤怒。顾北辰没有否认，坦然地迎上我的目光。是，我需要了解我的未来伴侣。未来伴侣？我被他这句话砸得有些发懵，怀疑自己是不是累到出现幻听了。我丧偶3年，有一个5岁的女儿，顾小满。他的语速不快，每个字却都清晰有力。你单身，职业稳定，品性坚韧，最重要的是，你对小满很好。我怔怔地看着他，脑子一片空白。这个男人正用一种汇报军情般的口吻规划着我和他的人生。顾先生，我想你误会了。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们并不熟，而且就像你调查到的，我有病，我多囊卵巢综合征，受孕困难，并非完全不孕。他平静地接过话，即便终身不孕，也无关紧要。无关紧要？我愣住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样轻描淡写的语气谈论这件足以摧毁我5年感情，让我尊严扫地的事。我需要一个妻子，小满需要一个母亲，一个真心对她好、品格端正的母亲。顾北辰的目光沉静而真诚。我看过你给小满看诊的样子，耐心、温柔、专业。我也看到了你刚从抢救室出来时的疲惫和坚守。我认为你很合适。合适？我觉得荒谬极了。顾先生，婚姻不是一项任务，不是找一个合适的零件组装在一起，它需要感情。感情可以慢慢培养。他的逻辑清晰的可怕，激情和心动是短暂的，责任和人品才是长久的。周凯给了你5年的激情，结果如何？他竟然连周凯都知道。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这个男人到底把我查了个多彻底？你觉得这是一场交易？他似乎看穿了我的想法。你可以这么理解，我给你一个稳定的家庭，一个受法律保护的身份，庇护你不再受那些无谓的羞辱。而我需要的是你作为妻子的忠诚和作为母亲的慈爱。这是一场公平的合作。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当然，我名下所有财产，婚后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的工资卡可以交给你保管。我彻底说不出话了。
我像是在做一场光怪陆离的梦，前一秒刚被相恋5年的男友因为不孕抛弃，后一秒就有一个只见过几面、背景深不可测的男人拿着我的诊断书，向我提出一场如同合伙人协议的求婚。没有鲜花，没有戒指，没有甜言蜜语，只有赤裸裸的条件和现实考量。可偏偏就是这份赤裸和现实，让我在经历了那场闹剧般的分手后，感到了一种奇异的踏实。他不在乎我能不能生，他看重的是我的品性，我的专业，我这个人本身。办公室门忽然被敲响，小护士探进头来：“苏医生，您之前的外卖到了，我给您放桌上。”顾北辰看了一眼那个已经冷掉的盒饭，又看了一眼我毫无血色的脸，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他没有再逼我立刻给答案，只是将一张名片放在桌上：“这是我的私人号码，考虑清楚了随时打给我，给你3天时间。”说完，他转身离开，步伐沉稳，毫不拖泥带水。我盯着桌上那张设计简洁的名片和旁边冰冷的盒饭，只觉得人生荒诞的像一出戏剧。3天，是继续沉浸在被抛弃的痛苦和自我怀疑里，还是接受这个陌生男人的合作协议，开始一段全新的前途未卜的人生？接下来的3天，我过得浑浑噩噩。我请了假，把自己关在小小的出租屋里。周凯的东西已经被我全部打包扔到了楼下垃圾桶旁，那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家，现在空荡的只剩回声。手机里是朋友们发来的慰问消息，分手的事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大家都在义愤填膺的痛骂周凯是渣男。我一条都没回，我只是静静的坐着，脑子里反复回放着顾北辰那些话：无关紧要责任和人品才是长久的庇护，你不再受那些无谓的羞辱。这些话像一颗颗石子投进我死水般的心湖，激起一圈又一圈涟漪。我拿起手机，鬼使神差的在搜索框里输入了顾北辰3个字，跳出来的结果寥寥无几，没有任何公开资料。但通过一些零星的军事新闻报道边角，我还是拼凑出了一个模糊的轮廓：顾北辰，36岁，大校军衔，战功赫赫，曾是最年轻的特战部队指挥官之一，如今调任到了某个更核心的要害部门。妻子3年前因病去世，留下一个女儿。这是一个身居高位、生活严谨、背负着沉重过去的男人。他的世界离我的生活太过遥远，可是周凯的世界，我曾经那么努力的融入，结果呢？被弃之如敝履。第3天下午，我做了决定。我找出那张名片，拨通了那个号码，电话几乎是立刻就被接了起来。喂，顾北辰低沉的声音传来：“是我，苏念。”我深吸一口气，我同意。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随即传来他平稳的声音：“好，明天上午9点，带上户口本和身份证，在民政局门口等我。”没有多余问候，没有一丝意外，仿佛一切尽在他掌握之中。挂了电话，我反而松了口气。与其在泥潭里挣扎，不如抓住这根看似不靠谱却异常坚固的藤蔓，先爬出来再说。第2天，我穿了一条简单的白裙子，准时出现在民政局门口。我一夜没睡，眼下有淡淡的青涩，但眼神却异常平静。9点整，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稳稳停在我面前，车窗降下，露出顾北辰棱角分明的侧脸。上车，我拉开车门坐进去，车里很干净，只有一股淡淡的皮革味。
他今天没穿军装，换了一身深色便服，但那股军人特有的挺拔气质丝毫未减。两人一路无话，领证的过程快得不可思议，拍照、填表、签字、盖章，前后不过20分钟。当2本崭新的红色结婚证递到手里时，我还有些恍惚，我就这么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只见过3次面的男人。从今天起，你就是顾太太了。顾北辰看着手里的结婚证，侧过头对我说，他的眼神很深，看不出喜怒，但我隐隐觉得那里面比之前多了一丝温度。我低下头，看着证件上两人并肩而坐的照片，照片上的我表情有些僵硬，而他则是一贯的沉静，怎么看都不像一对新婚夫妻。我下午还有个重要会议，先送你回去。家里的钥匙晚上让警卫员给你送过去。他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家？我们在军区大院的家。他看了我一眼，你东西多吗？我安排人帮你搬。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我连忙摆手，我的东西不多，而且我还没习惯这种被人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感觉。顾北辰没有坚持，把我送到出租屋楼下。临下车前，他叮嘱道，晚上我可能很晚回来，你自己先吃饭，不用等我。冰箱里应该没什么东西，用我的手机号点外卖，地址直接定位大院东区18号楼。他把自己的手机递给我，屏幕已经解锁。我愣了1秒才反应过来，这个男人行事风格真是雷厉风行，充满不容置喙的安排。下午我简单收拾了行李，其实也就2个箱子。我看着这个住了3年的屋子，心里五味杂陈，在这里哭过笑过，也曾以为这里会是我一辈子的家。关上门时，我没有一丝留恋。晚上7点多，一个年轻的警卫员敲响了我的房门，把一串钥匙和一张门禁卡交到我手上。嫂子好，我是顾首长的警卫员，叫小张，首长让我来接您过去。嫂子这个称呼让我的脸颊微微发烫。军区大院安保森严，小张的车7拐8拐，最后停在一栋独立的2层小楼前。小楼带一个不大的院子，种着几棵石榴树，安静又雅致。嫂子，就是这里了，我帮您把行李拿上去。谢谢，我自己来就好。推开门，一个宽敞明亮的客厅，装修风格简洁硬朗，黑白灰的色调跟顾北辰给人的感觉一模一样，一尘不染，却也少了些烟火气。一个穿围裙的阿姨从厨房里出来，看到我先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热情的笑容。您就是苏小姐吧？我是家里的保姆，姓陈，首长都交代过了，快请进。正说着，楼梯上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一个穿着粉色睡裙的小女孩探出半个脑袋，怯生生地看着我，是顾小满。四目相对，小满立刻像受惊的小鹿一样缩回脑袋。我的心莫名的软了一下，这就是我未来的女儿了。面对我这个突然闯入的新妈妈，小满的表现是全然的抗拒和戒备。我试图靠近她，她立刻躲到陈阿姨身后。我跟她说话，她就低下头，紧紧抿着嘴唇，一个字也不肯说。晚饭时，我特意做了小满爱吃的糖醋排骨，但小姑娘只是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一口菜也没碰。我有些挫败，但并不气馁。我知道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对任何试图取代母亲位置的人都会抱有天然的敌意，这需要时间，也需要耐心。晚上，顾北辰很晚才回来，他脱下外套，身上还带着夜风的凉意。
他还不肯接纳我。我有些沮丧地指了指楼上小满的房间。他走到我身边，身上淡淡的烟草味混着一股清冽的气息。他抬了抬手，似乎想拍拍我肩膀，但举到一半又放下了。慢慢来，不急。他的声音在安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沉稳，他只是需要时间。说完，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递给我，这是家里的财务状况，还有一些我和小满的基本资料，你有时间看看。我接过来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张银行卡、房产证，甚至还有顾北辰的体检报告和一份人寿保险，受益人那一栏赫然写着我的名字。你这……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夫妻之间应该坦诚。他的语气依旧平淡，但我却从这平淡中读出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承诺。他在用他的方式给我最大的安全感和尊重。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了当顾太太和小满妈妈的新生活。我没有立刻回医院上班，而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新家。我发现小满身体弱，除了先天因素，也和之前的饮食习惯有关。陈阿姨虽然尽心，但在儿童营养和中医食疗上毕竟是外行。于是我接管了厨房。我每天变着花样给小满做药膳，健脾开胃的山药茯苓粥，润肺止咳的川贝雪梨羹，补气养血的黄芪红枣汤。我从不在他面前刻意表现什么，只是每天把可口的饭菜和汤羹端上桌。起初小满还是很抗拒，但孩子到底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他会偷偷瞄我做的那些又好看又香的食物，趁大人不注意，小心翼翼地尝一小口。我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转机发生在一个周末。那天我正在院子里整理从花鸟市场买回来的几盆草药，小满抱着他的洋娃娃在不远处默默看着。我不小心被玫瑰枝条上的刺扎破了手指，血珠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我轻呼了一声，还没反应过来，一直躲在远处的小满竟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噔噔噔跑了过来。他的小脸上满是紧张，大眼睛里蓄满了泪，指着我的手，急得说不出话。小满，我又惊又喜。小姑娘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一边哭一边含糊不清地说：妈妈，妈妈也会流血，会疼。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又酸又软。我一把将小姑娘揽进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背。原来小满不是讨厌我，她是害怕，害怕我也会像她的亲妈妈一样生病流血，然后离开她。别怕，小满，别怕。我柔声安慰着，自己的眼眶也湿了。阿姨是医生，阿姨会照顾好自己，也会照顾好小满，不会离开你的。从那天起，小满对我的态度有了质的改变。他开始主动跟我说话，会黏着我，让我讲故事，晚上睡觉前还会悄悄爬上我的床，要我抱着才肯睡。家里渐渐有了欢声笑语，那股冷冰冰的气息被一点一点驱散。顾北辰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话不多，但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早，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会陪我和小满在院子里散步，会在我做饭时默默站在旁边帮忙洗菜。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给小满熬睡前安神汤，顾北辰从身后递过来一杯温热的牛奶。你也早点休息，别太累了。我接过杯子，指尖触碰到他温热的手指，心里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这种平淡温馨的相处让我渐渐忘记了我们婚姻的初衷。我开始觉得这样搭个伴的日子似乎也挺好。
然而平静很快被打破，是周凯打来的电话。念念，是我。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憔悴。我听说你结婚了。我的心一沉，冷冷回道，这跟你没关系。怎么没关系？他的声音急切起来。念念，你别赌气好不好？我知道错了，是我混蛋，是我妈逼我的。你回来吧，我们重新开始，我带你去最好的医院，我们一定可以有孩子的。周凯，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已经分手了？我觉得可笑又可悲。我没忘，可我不甘心。他的呼吸粗重起来。你告诉我，你嫁给谁了？是不是随便找个人来报复我？一个二婚还带个拖油瓶的，能有什么好的？你跟我们才是最合适的。他话语里那股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不甘，让我恶心的想吐。是真的想吐。我忽然捂住嘴，冲到卫生间，对着马桶干呕起来。最近我总是这样，食欲不振，闻到油烟味就犯恶心，还特别嗜睡。我以为是照顾小满太累了，加上月事一向不准，也没往心里去。可此刻，一个荒唐又大胆的念头毫无预兆地窜进脑海。不会吧？我看着镜子里自己苍白的脸，心脏狂跳不止。不可能！我的理智在尖叫。多囊卵巢综合征加上之前和周凯在一起时压力和不规律作息导致的内分泌失调，我太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了。想要怀孕，必须经过漫长精心的调理，甚至需要医疗手段干预。可是自从和顾北辰结婚后，我的生活规律的就像教科书，早睡早起，3餐准时，没有工作压力，没有情感纠葛，心情放松，再加上我自己懂食疗滋养，身体确实好了很多。但也不至于这么快吧？我的心乱成一团麻，不敢往深处想，又控制不住去想。接下来几天，我开始不动声色地观察自己的身体变化，嗜睡、乏力，对气味异常敏感，尤其是顾北辰身上那股淡淡的烟草味，以前觉得很有男人气概，现在闻到却直皱眉。种种迹象都指向那个让我又惊又怕的猜测。作为专业妇科医生，我太清楚该怎么做了。我没有去医院，而是从自己以前的储物柜里翻出一根早孕试纸。那天晚上，顾北辰又因为临时会议要很晚才回来，小满已经睡熟了，小脸上挂着甜甜的笑。整个2层小楼安静的只剩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我拿着那根小小的试纸，手心里全是汗。我感觉自己不像个医生，倒像个等待宣判的囚徒。我走进卫生间，关上门，深深吸了一口气。几分钟后，当我看到试纸上那2条清晰的不能再清晰的红杠时，大脑一片空白。2条杠，阳性，我怀孕了。这个被前男友和前准婆婆判了死刑的身体，这个让我受尽屈辱，失去5年感情的身体，竟然怀孕了。我扶着冰冷的墙壁缓缓蹲下，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巨大的荒谬感和迟来的委屈交织在一起，让我浑身发抖。那个口口声声说爱我5年，却因为一张诊断书就将我弃如敝履的男人，那个指着我鼻子骂我不会下蛋的鸡的女人，他们如果知道了这个消息，会是什么表情？但旋即，另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浮现在我脑海，这孩子是顾北辰的。我和顾北辰是法律上的夫妻，有了孩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我们的婚姻本质是一场合作，他需要妻子和母亲，我需要庇护所，这其中唯独没有爱情。
这个意外到来的孩子会打破我们之间脆弱的平衡吗？他会怎么想？会欢迎吗？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打乱他计划的麻烦？毕竟他从一开始就说了，终生不孕也无关紧要。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我坐在冰冷的地砖上，抱着双膝，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决定产生了怀疑。我逃离了一个泥潭，是不是又跳进了另一个深不可测的漩涡？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楼下传来了开门的声音。顾北辰回来了。我慌忙把试纸用纸巾包好，塞进口袋，打开水龙头，用冷水拍了拍脸，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一些。怎么还没睡？他的声音在门口响起。我抬起头，从镜子里看到他站在门口，眉头微蹙，眼神里带着关切。没什么，就是有点不舒服。我强作镇定。顾北辰走进来，伸手探了探我的额头，掌心干燥而温热，没发烧。哪里不舒服？可能吃坏东西了，胃里难受。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他的目光落在我苍白的脸上，沉默了几秒，忽然开口：你月事多久没来了？我的心猛地一跳，像被人看穿了所有秘密，惊愕地看着他。顾北辰的眼神深邃而锐利，仿佛能洞穿一切。他不是医生，但常年在部队，对人体基本状况有着超乎常人的观察力。更何况我这段时间的异常，他全看在眼里。我的嘴唇翕动，却说不出话。顾北辰没有追问，只是深深看了我一眼，转身走了出去。片刻后，他拿着一件厚实外套和车钥匙回来。去医院？不用，苏念。他打断我，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听话。这是他第一次连名带姓的叫我，语气里带着一种强势的温柔。我看着他严肃而坚持的脸，拒绝的话再也说不出口，瞒不住了。深夜的医院急诊，人影寥寥，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顾北辰动用了他的关系，直接找到一位值班的妇产科主任。等待检查结果时，我坐在走廊长椅上，双手冰凉，心里七上八下。顾北辰就站在我旁边，像一尊沉默的雕塑，身上的气场让周围的空气都凝滞了。他没有说话，但我知道他也在紧张，那双习惯了掌控一切的手，此刻竟微微握成了拳。苏念女士的家属是哪位？护士拿着报告单走出来。我是。顾北辰立刻上前一步。护士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报告单，脸上浮起一抹复杂的神情。恭喜您，顾先生，您太太怀孕了，HCG 和孕酮值都很好。不过什么？顾北辰的声音骤然绷紧。不过 B 超显示是3胎。护士说完，自己都忍不住笑了。您和太太的身体素质都非常好啊。三胎。我脑子嗡的一声，彻底懵了。我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唯独没想到这样一种堪称爆炸性的结果。一个已经够让我震惊了，竟然是3个，这简直比中彩票的概率还低。我呆呆看着护士递过来的 B 超单，上面是3个小小的模糊的孕囊，像3颗小豆子，静静躺在属于他们的世界里。生命就是这么奇妙，在我被宣判了不孕的绝境里，它却以一种繁盛的近乎奢侈的方式给了我最响亮的回应。顾北辰从护士手里接过那张薄薄的报告单，一向沉稳如山的手竟有了一丝微不可察的颤抖。他的目光死死定在那3个小黑点上，
深邃的眼眸里翻涌着我从未见过的复杂情绪，震惊、狂喜，还有一丝不知所措。这个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面对枪林弹雨都面不改色的男人，此刻被3颗小豆子彻底打乱了阵脚。三个，他喃喃自语，像在确认这个事实。是的，3胞胎。不过孕早期风险也比较大，孕妇需要绝对静养和精心营养补充，家属一定要多上心。主任医师走过来，严肃叮嘱。顾北辰猛地回过神，立刻转向我，那双锐利的眼睛里此刻满是紧张和郑重。他小心翼翼地走到我身边，动作笨拙地把我扶起来，好像我是什么一碰就碎的珍贵瓷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他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激动和后怕。我摇摇头，还没从巨大的震惊中缓过来。回家的路上，顾北辰的车开得前所未有的慢，简直像蜗牛在爬。他一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却始终紧紧牵着我的手，掌心滚烫，不断有汗渗出。工作我马上交接，从明天起，我全天在家陪你。他忽然开口，语气像在下命令。不用，我没那么娇气。我下意识反驳，而且你的工作没有你们重要。他打断我，语气不容置喙，这是命令。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用这种方式强调决定。我看着他紧绷的侧脸，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暖流。这个男人不善言辞，却用最直接的行动表明了期待和珍视。回到家，顾北辰直接将我打横抱起，不顾我的惊呼，稳稳抱上2楼卧室，轻轻放在床上，又细心地为我盖好被子。你躺着别动，我去给你倒水。看着他忙前忙后的身影，我心情复杂到了极点。喜悦是真的，但那份藏在心底的不安也同样真实。顾北辰，我轻声叫住他。他回过头，眼神带着询问。你高兴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顾北辰走到床边坐下，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伸出手，轻轻附在我还很平坦的小腹上。他的手掌很大很温暖，隔着薄薄的睡衣，传来让人心安的热度。高兴。他过了很久才吐出2个字，声音有些沙哑，却透着前所未有的郑重。苏念，谢谢你。他不是在谢我为顾家传宗接代，而是在谢我带来了这3个鲜活的即将到来的小生命。我曾经以为这辈子就守着小满一个人过了。他的目光变得悠远深沉，像在回忆什么。我没想过家里还会有孩子的哭声，还是3个。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脆弱的温柔。他们不是麻烦，是上天给我最好的礼物。一句话瞬间击溃了我心里所有的不安和防备，眼泪毫无征兆的滑落，不是委屈，是感动。原来他也是期待的，原来我以为的交易，在他心里早已变了质。顾北辰有些手忙脚乱地替我擦眼泪，动作笨拙。怎么哭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马上去叫医生。我抓住他的手，摇摇头，又哭又笑。我没事，我就是高兴。那个晚上我们都没有睡。顾北辰就那么静静守在床边，一只手握着我的手，另一只手轻轻放在我的小腹上，仿佛在感受那3个小生命的跳动。而我也终于明白，我和他的婚姻从这一刻起才算真正拉开了序幕。顾北辰的行动力是惊人的。第2天一早，我还迷糊睡着，他已经办妥了医院那边的交接，
给自己放了一个无限期长假，然后又请来一个专业营养师团队和一位经验丰富的妇产科保健医生，专门负责我的孕期生活。整个18号楼瞬间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我被勒令不准下床，不准碰电子产品，连走路都要被他搀着。我哭笑不得，感觉自己不像孕妇，倒像国宝大熊猫。顾北辰，我只是怀孕，不是瘫痪了。我抗议道。3胞胎不一样，医生说风险高。他板着脸，态度坚决，亲自端着一碗刚炖好的燕窝粥，一勺一勺喂到我嘴边。我拗不过他，只好享受这份甜蜜的负担。但宁静很快被打破了。这天下午，我正在午睡，楼下忽然传来激烈争吵。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去？我是来找苏念的，她是我女朋友。是周凯的声音，尖锐而失控。我的心猛地一沉。他怎么找到这儿来了？紧接着是警卫员小张冷静而强硬的声音：先生，这里是军事管理区，请您立刻离开，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措施。我不管什么军事区。苏念，你给我出来！你是不是躲在里面？你是不是真嫁给那个老男人了？你为了报复我，连自己的尊严都不要了吗？周凯在楼下歇斯底里的大喊。我脸色瞬间惨白。顾北辰从书房走出来，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他看了一眼床上的我，沉声道：你别动，我下去处理。不要！我拉住他衣角，别跟他起冲突。我了解周凯，他就是个被宠坏了的自尊心极强的男人。如今他觉得被冒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顾北辰拍拍我的手，眼神深沉，放心，我有分寸。他走下楼，打开门。周凯一看到顾北辰，先是一愣，随即被他身上那股强大的气场和压迫感镇住了。但他很快反应过来，嫉妒和不甘冲昏了头脑。你就是那个老男人。他上下打量着顾北辰，满是挑衅。苏念呢？你把他藏哪儿了？你用了什么手段骗他？顾北辰的目光冷得像冰，甚至没正眼看周凯，只对旁边的警卫员说：把他请出去。如果再在这里喧哗，直接以冲击军事禁区罪名处理。是，首长。小张立刻立正敬礼。周凯被首长这个称呼惊呆了，他以为我嫁的只是个有点钱的二婚男人，怎么也没想到对方是这种级别的人物。恐惧瞬间攫住了他，但他不甘心就这么灰溜溜走。苏念，你出来！他用尽全身力气大喊，你别被他骗了，他这种人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不过是他找的一个生育工具。话音未落，2楼的窗户被推开，我穿着睡衣披了件外套，扶着窗框，苍白着脸看楼下的闹剧。周凯，我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你走吧，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看到我，周凯的情绪更加激动。念念，你下来，你跟我说清楚，你是不是被他胁迫了？我看着他因为嫉妒而扭曲的脸，只觉无比陌生可笑。我没有被胁迫，我过得很好。我顿了顿，深吸一口气，用一种平静到几乎残忍的语气，一字一字说出来。还有，周凯，我怀孕了，3胞胎。什么？周凯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像被一道晴天霹雳劈中，整个人僵在原地。怀孕了，3胞胎。那个被他妈和他自己认定了不会下蛋的女人，不仅这么快就怀上了，还是3胞胎。这怎么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骗我！
你肯定在骗我。他语无伦次的嘶吼，是为了气我，对不对？我没有再回答，只是静静看着他，眼神里带着一丝怜悯。顾北辰走上楼，轻轻揽住我的肩膀，把我带离窗边，然后冷冷对楼下的周凯说了一句：我太太需要休息。小张，送客。说完，他关上了窗。周凯呆呆站在楼下，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看着那扇紧闭的窗户，看着那个男人揽着我时自然而然流露出的保护姿态，一股巨大的悔恨和恐慌像潮水般把他淹没。他失去了什么？他好像失去了一切。周凯怎么回到家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一进门就看见他妈刘桂芬正和一个打扮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孩聊得热火朝天，那是刘桂芬托人介绍的新对象，一个据说屁股大好生养的姑娘。志远回来了，快来，这是菲菲，你们年轻人多聊聊。刘桂芬热情招手。周凯看着眼前这个妆容精致，眼神里却透着精明算计的女孩，脑海里浮现的却是我那张清丽素雅，总带着温柔笑意的脸。妈，我有事跟您说。他拉着刘桂芬进了房间。什么是神神秘秘的？刘桂芬有些不悦。苏念她怀孕了。周凯的声音干涩沙哑。刘桂芬愣了一下，随即嗤笑：怀孕？她骗你的吧？就她那身子骨还能怀孕？别是找了个野男人想让你当接盘侠？是真的。周凯的眼眶红了，是3胞胎。她嫁的那个男人是个大官，是首长。刘桂芬脸上的笑彻底僵住了。她怔怔看着儿子，嘴张了张，一个字也说不出来。3胞胎，首长，这几个字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他心上。那个被他百般羞辱、骂作不会下蛋的鸡的女人，转眼间成了官太太，还怀了3胞胎，这简直比电视剧还离奇。巨大的悔恨和嫉妒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心。如果当初他们没有那么绝情，如果肯多给苏念一点时间，那现在怀着3个金孙当上首长亲家的，不就是他刘桂芬吗？妈，周凯的声音带了哭腔，我该怎么办？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刘桂芬一屁股坐在床上，气得浑身发抖，都怪你。当初我就说再等等，你非要听我的。现在好了，金凤凰飞走了，飞到别人家枝头了。他竟然开始埋怨儿子，完全忘了当初最尖酸刻薄逼着我分手的人就是他自己。母子2人在房间里相对无言，只剩下无尽的懊悔和不甘。而顾家小楼里却是一世温馨。经历了楼下的闹剧，我的心情反而彻底平静了。当周凯用最不堪的言语揣测我和顾北辰的关系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对那个男人早已没了任何留恋。我现在的世界只有顾北辰、小满和肚子里这3个即将到来的小生命。顾北辰端着一杯热牛奶走进来，看到我正抱膝发呆，还在想刚才的事。他坐到床边，把牛奶递给我。我摇摇头，接过牛奶小口喝，没有，只是觉得像做了一场梦。那就把过去都当成一场噩梦。他伸手将我耳边一缕碎发拨到耳后，动作自然而然，醒了就别再回头了。我看着他的眼睛，点了点头。顾北辰，我忽然开口，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选择了我。如果不是他当初那份堪称霸道的合作协议，我可能还在泥潭里挣扎，还在为不孕而自卑痛苦。
是他把我从深渊里拉出来，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世界。顾北辰的目光变得格外柔软，他俯下身，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极轻极真的吻。是我该谢谢你，他低声说，是你让这个家重新有了温度。我的脸颊瞬间绯红，心跳漏了一拍。这是我们之间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吻，不带情欲，只有纯粹的珍重和怜惜。这个夜晚，我睡得格外安稳。接下来的日子，我的孕期生活在顾北辰铁腕保护下，平稳而幸福地进行着。肚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大起来，孕吐反应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惊人的食量。顾北辰几乎是变着法子给我做好吃的，看我胃口大开的样子，比自己打了胜仗还高兴。小满成了我最贴心的小棉袄，每天趴在我肚子上跟弟弟妹妹说话，给他们讲故事，唱儿歌。我也偶尔会从以前同事那里听到些关于周凯的风声，据说他跟那个好生养的女孩吹了，因为对方要的天价彩礼他家承受不起。他又回过头来找过我几次，想打听我的近况，但都被同事们冷脸挡了回去。对这些，我只一笑置之。那些人和事都已经离我的生活太远太远了。时间飞逝，转眼到了孕晚期。因为是3胞胎，我的肚子大得惊人，行动也越来越不便。顾北辰更是寸步不离地守着我，连晚上的会议都改成视频形式。一天晚上，我抚着像小山一样隆起的肚子，感受着里面3个小家伙活跃的胎动，忽然问顾北辰，你说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像你多一点，还是像我多一点？顾北辰正捧着一本孕产百科看得入神，闻言抬起头，目光温柔地看着我和肚子。像你。为什么？因为你好看。他回答的理所当然。我被他这句突如其来的情话逗笑了，心里甜得像灌了蜜。我靠在他肩上，感受着这份安稳的幸福，觉得此生足矣。但我不知道的是，一场最后的也最激烈的风暴正在悄悄逼近。刘桂芬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悔恨和不甘后，心里已经渐渐扭曲。她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离预产期还有半个月，顾北辰接到军区紧急通知，一个重要边防项目出了突发状况，需要他立刻飞过去亲自处理。我马上就回来，最多2天。他一边穿外套，一边不放心的叮嘱，我已经让小张和陈阿姨24小时守着，有任何情况立刻给我打电话。放心吧，我这么大个人了，还有医生团队呢。我笑着帮他整理好领口，你安心去工作，家里有我。他还是不放心，在我高高隆起的肚子上亲了又亲，又在我唇上印下一个深深的吻，这才1步3回头的离开。顾北辰走后，一切照旧。下午我觉得有些闷，便让陈阿姨陪着在自家小院子里走一走。正准备回屋时，门口的门铃响了。陈阿姨透过可视门铃一看，脸色瞬间变了。太太，是那个姓周的和他妈。我眉头立刻皱起，怎么又来了？还找到这里？别理他们，我冷冷说。然而门外的人异常执着，刘桂芬凄厉的哭喊声隔着门都能隐约听见。苏念，你出来见阿姨一面，阿姨求你了，阿姨给你跪下了。念念，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周凯的声音也带着哭腔，他们的哭喊引来了周围邻居和巡逻警卫。小张很快赶来，试图驱离，但刘桂芬像疯了一样，一屁股坐在地上，又哭又闹撒起泼来。我儿子被他害惨了啊！
这个女人抛弃我儿子攀上高枝，现在还不认人啦，没天理了。听着这些颠倒黑白的话，我气得浑身发抖。我不想理会，可他的哭闹声越来越大，围观者也越来越多，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这里是军区大院，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事情闹大，丢的是顾北辰的脸。我深吸一口气，对陈阿姨说：“扶我出去。”太太使不得啊，首长交代了。没事，我只跟他说几句话。我态度坚决，披上外套，在陈阿姨搀扶下一步步走到门口。当我挺着巨肚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所有喧嚣瞬间静止，所有人的目光都被那惊人的孕肚吸引，脸上满是震惊。刘桂芬也停止了哭嚎，呆呆看着我高高隆起的腹部，她在无声嘲笑着她当初的愚蠢和刻薄。阿姨，您到底想怎么样？我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股不容侵犯的威严。刘桂芬像看到了救命稻草，猛地想扑过来抓我的手，被警卫拦住。念念啊，阿姨知道错了，阿姨当初是猪油蒙了心，你原谅阿姨好不好？你跟志远重新在一起吧，你看你肚子都这么大了，那个姓顾的肯定不会真心对你的，就是图你肚子里的孩子，你还是回来吧，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周围的人听到这话，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我简直要被他这番颠倒黑白的言论气笑了。阿姨，您是不是忘了，当初是谁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会下蛋的鸡？是谁用20万想买断我5年的感情？刘桂芬的脸一阵青一阵白。还有你，周凯。我目光转向那个满脸写着悔恨的男人。你说你爱我，可你的爱就是在我被诊断出受孕困难时毫不犹豫抛弃我。你的爱就是在我嫁人后3番2次骚扰我，诋毁我的丈夫。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子，狠狠扎在他们心上。不是的，念念我。周凯语无伦次，脸色惨白。够了！我打断他，我今天出来不是为了跟你们叙旧，我只是想告诉你们，我现在是顾太太，我过得很幸福。我的丈夫爱我，敬我，珍惜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而你们对我来说只是不相干的陌生人，请你们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世界里。说完，我转身就要回屋。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刘桂芬眼神忽然变得疯狂，她猛地挣脱警卫的钳制，像一头发了疯的母牛，朝我的肚子狠狠撞了过来。我得不到，你也别想好过。她嘶吼着，脸狰狞而扭曲。太太小心！苏念！所有人都惊呼出声。一切发生得太快，陈阿姨和小张想去拦，已经来不及了。我只觉一股巨大力量撞在腰腹上，整个人向后倒去，剧痛瞬间从小腹炸开，迅速蔓延全身。身下一热，一股暖流不受控制的涌出，鲜红的血瞬间染红了我浅色的裙摆。血，好多血！陈阿姨吓得魂飞魄散，尖叫起来。我的意识开始模糊，耳边是周凯惊恐的尖叫和众人混乱的呼喊。在彻底失去意识前，我脑海里只剩一个念头：顾北辰，救我，救我们的孩子！军用运输机在深夜的军区机场紧急降落，舱门一开，顾北辰疯了一样冲下来，身上还穿着沾满风尘的作战服。他冲进医院，整条走廊都回荡着沉重急促的脚步声。手术室外，红灯刺眼，小张和陈阿姨垂着头，像2个犯了错的孩子。
周凯和刘桂芬被2名荷枪实弹的士兵控制在角落，刘桂芬早吓傻了，瘫在地上。周凯面无人色，浑身抖得像筛糠。情况怎么样？顾北辰的声音沙哑的可怕，眼睛里布满骇人的红血丝。报告首长。小张猛地站直，声音都在抖。嫂子大出血，胎盘早胞，正在抢救。医生说情况很危险，让家属做好心理准备。顾北辰的身体晃了一下，像一棵被巨斧劈中的大树。他没有再说话，只是走到手术室门口，背靠冰冷的墙壁，一动不动。那挺拔的脊梁，此刻却透出一种令人心碎的脆弱。时间从未如此煎熬，每一分每一秒都像在油锅里煎。不知过了多久，手术室门终于开了，一名医生疲惫地走出来。顾北辰猛地冲上去抓住他的手臂。我爱人怎么样？医生摘下口罩，露出一张凝重的脸。顾首长，我们尽力了。母子母女4人暂时都脱离了生命危险。顾北辰紧绷的身体骤然一松，差点瘫软在地。因为早产加上大出血，您太太身体非常虚弱，需要转入 ICU 观察。3个孩子，2个男孩1个女孩，也都因为早产体重过低，需要立刻送新生儿保温箱。谢谢医生。顾北辰的声音哽咽了。我被推出来时，脸上罩着氧气面罩，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纸。顾北辰紧紧跟着推车，握住我冰冷的手，一遍遍低声唤我的名字。随后3个小小的保温箱也被推了出来，里面的婴儿小得像3只猫仔，皮肤皱巴巴泛着红，身上插着各种管子。顾北辰看着这3个脆弱的小生命，又看看重症监护室里生死未卜的我，这个铁打的汉子眼圈瞬间就红了。他转过身，一步步走向角落里的周凯和刘桂芬，眼神没有愤怒，没有咆哮，只有一片死寂。那是一种比任何狂风暴雨都更让人恐惧的平静。周凯看他走过来，吓得说不出话。顾北辰在他面前站定，居高临下，一字一顿，你和你母亲会为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足以将人碾碎的重量。几天后，我终于从昏迷中醒来，睁眼第一刻就看见守在床边，下巴长满青色胡茬，憔悴的不像样的顾北辰。孩子，我的声音微弱的像蚊子哼。孩子很好。他握住我的手，放在唇边亲吻着。2个儿子1个女儿，都很健康。等你身体好一点，我就抱他们来看你。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他们。傻瓜。顾北辰替我擦去眼泪，声音沙哑，是我没保护好你们，是我该说对不起。在顾北辰和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半个月后，我终于能下床，亲眼去看看3个孩子。隔着保温箱的玻璃，我看着那3个小小的却生命力顽强的小家伙，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我所有的苦难和委屈，在这一刻都化作了无尽的感恩和幸福。出院那天，顾北辰抱着女儿，我抱着大儿子，陈阿姨抱着小儿子，一家人整整齐齐回了家。家里的婴儿房早布置妥当了，粉色和蓝色交织，温馨又可爱。至于周凯和刘桂芬，我后来听说，刘桂芬因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因为造成严重后果，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周凯的公司也因为各种审查很快破产倒闭，
他卖了房子赔偿，最后狼狈离开这座城市，不知所踪。我对这个结果没有任何感觉，他们与我早已是无关紧要的尘埃。半年后，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3个小家伙也长得白白胖胖，可爱的像年画里的娃娃。大儿子像顾北辰，小小年纪就一脸严肃；小儿子和女儿像我，爱笑，眼睛弯弯的像月牙。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我抱着女儿在院子里晒太阳，顾北辰正在给2个调皮的儿子换尿布，手忙脚乱，满头是汗。我看着眼前这幅温馨又有些滑稽的画面，忍不住笑出了声。笑什么？他抬起头，看到我脸上的笑容，也跟着笑了。他走过来，从身后轻轻环住我和女儿，下巴抵在我发顶。我笑啊，我靠在他怀里，看着满院阳光和远处孩子们清脆的笑声。我当初怎么就答应了你那个荒唐的搭个伴的提议？顾北辰闻言，把我搂得更紧了。那低沉的嗓音在我耳边响起，带着一丝笑意和无限的郑重。那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苏念，咱们这不算搭伴了，这叫相依为命，白头到老。我靠在他怀里，眼角眉梢皆是化不开的幸福与安宁。原来幸福真的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